上期富士 XH1 Made for Hero 虽然在视频拍摄上发力，但无奈自动对焦太差，Tesla 给出最终评分7.5，而330位网友给出平均7.2分，富士要继续加油呀！来自哔哩哔哩的朋友左基说 ，XT2 固件更新了，很牛逼啊！好的，公冠军可以把他的 XH1 卖了。来自 YouTuber 的朋友 Key Image 告诉我们，那是白鹭，不是海鸥。你啊，公冠军，你怎么告诉我那是海鸥呢？别误导我们的朋友啊！最近我交了一个新女朋友，她的名字……你好，我是华为 P20 Pro。它是一部手机。每回我看到这个新女朋友，我总有一种看到前任的感觉。齐刘海，左侧竖置的摄像头，以及摸上去的手感，一切都是那样的相似。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多了一只眼睛和一个下巴就是了。哎，说好的讨厌齐刘海呢？大概连那些本来讨厌的人都已经开始自己怀疑起自己的审美来了吧？极光，世界美丽的存在，赋予它极光的颜色，就是想让看到它的人如同看到极光一样，发出情不自禁的赞叹。这时候是华为还是徕卡已经不再重要了。讲道理，这颜色确实是我今年手机中最喜欢的颜色，没有之一。所以为了更加张扬你的个性，最新的打电话姿势了解一下。当然，如果你为了美观和安全要戴套，那么我以上所说的话，你完全可以当作废话。唉，这么舒服的体验感受，看来也只有喜欢裸奔的我才能好好的享受一下喽。点亮屏幕，哇，有种落差感。手机颜色好看，壁纸也非常适配，但是看到这个 UI 之后，你仿佛觉得这手机的外在和内心不是同一个人一样。来笑一个。抛开 UI 不谈，对于看惯了 iPhone 10的我来说，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。倘若你觉得丑，那就不看刘海喽。我还是喜欢这样。配合抬手亮屏，在这么黑的环境下还能面部解锁，也算是非常优秀了。就算有时候解锁不顺，通过前置的指纹也是挺好克服的。对我来说，一部手机的好坏，影音娱乐很重要。我算是比较好搞定的人，视频就看看日剧、动画，手机游戏只玩崩坏3和炉石，要求不高。由于 iPhone 10用惯了，所以平时看视频的话，一般喜欢填充观看，这观感非常舒服。而 P20 Pro 嘛，没有办法像 iPhone 10这么爽。竖着观看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刘海旁边看到画面，但是为什么横过来就不行了呢？这样看的话，和三星就很像了。当然，这屏占比的感觉肯定是不如 S9 加的。凑合看完了动画，该做做每天游戏中的任务了。炉石的话不可能卡，但是崩坏3嘛。你是谁呀？哼，我就是高通骁龙845。你又是谁？大名鼎鼎的 A11呀！果然都是大有来头。放心，这次我不会输的。呀，还挺强的嘛，看我放个大招。
看来你只好期待你的招数不要太过华丽了，不然小姐姐们的动作可不会太流畅哦。这点也是可以预见的，毕竟还是麒麟970嘛，在一堆845的旗舰机中被比下去很正常。多少还是有点遗憾。它是一部相机 ，DxO 109分，目前手机拍照的最高分。没错，而买它的人，除了对华为充满特殊的情感以外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拍照了。于是，在大家都是双摄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3摄，这听上去就有点意思了。这次华为采用了后置4000万 f1.8 的彩色摄像头加2000万 f1.6 的黑白摄像头加800万 f2.4 的长焦摄像头的组合，并且那个4000万像素的摄像头还是采用的1.1/7英寸的传感器，比 S9 和 iPhone 10都要大。不出意外，应该会比 iPhone 10和 S9 加拍照更牛逼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光线较好的情况下，P20 Pro 并没有处于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。3台手机中，还是 S9 加更清晰一些，其次是 P20 Pro。iPhone 10的涂抹感就太强了。不过，相比之前大部分手机的2倍光学变焦，P20 Pro 这次可以进行3倍的光学变焦和5倍的混合变焦。这3倍的画质与 S9 加和 iPhone 10的2倍光学变焦相比，S9 加会稍好一些。不过站在同一个地方，我可就比你清楚了。而5倍嘛，相比3倍直接放大，的确会显得更清晰一些。拍整体的感觉也非常不错，但倘若拍细节的话，缺点就全暴露出来了。画质还是很渣，这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距离产生美。3个焦段拍同样感觉的东西，还是初始焦段最为清晰。因此，倘若你为了追求画质，同相机一样多走几步是最好的选择。当然，你是懒人，3倍也能用。至于5倍嘛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再考虑它吧。夜晚光线较差的时候，哇，这画面简直了！特别是在高光和暗部的处理上，连 S9 加在它的面前都有点无地自容。新一代的夜视仪没跑了。先别急着欢呼，还有更惊艳的地方——超级夜景。打开超级夜景之后，之前阴影和曝光的地方都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呈现，2个字：舒服。但是我发现，在超级夜景模式下，画面清晰度会有所下降。看来也并非完美无缺呢。可是仅仅看，我觉得还是不开超级夜景要好看一点。没错，我在微博上发了很多次正常夜景和超级夜景的对比照。从观感上看，大部分朋友还是喜欢正常一点的夜景照片，没有为什么，讨眼球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当你使用超级夜景拍摄之后，你的照片会有更大的后期处理空间。看，调色之后，画面依然很纯净。于是，喜欢后期修图的朋友们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但是超级夜景要拍那么久，我手抖怎么办啊？这个你大可放心，因为超级夜景并不是通过减慢快门速度来提升曝光时间。想要画面清晰，你只需要端稳定格的那1秒就够了。看后面几秒，它会对强光的地方进行测光处理，因此只要你抖动不是太大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可以说 P20 Pro 的拍照素质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，非常优秀。没错，对于拍照，我们以往都是如此进行比较。不过这次我不想这么对比。那怎么比呀？难道要拿你的 H-R3 和它比？啥？要不就拿 H-R3 和它比怎么样？网上不是有很多人说 P20 Pro 能够吊打单反微单吗？再说了，你这个是4000万像素，它这个也是4000万像素啊，比一比很正常。
我当时起身反手就给了南后旗一耳光。我真的求求那些人别拿微单和手机比画质了。你说你拿个1-2千的卡片机和手机比，说手机画质比相机好，我还可能相信。你说手机吊打微单，我想请问你自己信吗？手机对于相机的优势在哪儿？便携好用，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，不用修图，直出就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。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呢？全自动。我之前说过，现在的旗舰手机拍照在画质方面很多时候并拉不开太大的差距。很多人仅仅是在朋友圈和微博上看，并没有多少人会放大看照片的细节，关注最多的还是照片的色彩和角度。因此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自动模式拍了就发才是最常用的流程。换作以前，华为拥有徕卡色，不过这一次，徕卡色成了配角，真正的主角变成了 AI 摄影大师。它会根据场景物体的不同，对你的照片色彩和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。没错，一切都是自动的。所以，当一切变成自动，会有怎样的效果呢？就会变成每一张都是大片儿。请注意，这些照片我没有做过任何后期处理，皆是直出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我反正是看了这些照片之后，再看 iPhone 10和 S9 加的照片，根本看不下去了。它有一种魔力，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比你眼中看到的还要漂亮，使你爱上这样的世界。不知道如何使用后期软件的朋友们，看到自己拍的照片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这就是手机拍照的意义所在，能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拍照的乐趣。一群朋友拍了照，喜欢谁的显而易见。这就是 P20 Pro 我最喜欢的地方，随手拍都能给你带来美丽的照片。哎，你过来一下呀！你看我这个对着天空，怎么就没有蓝天模式呢？因为这里没有蓝天啊。没错，这就是重庆的天空。哎，我要拍鲜花，你怎么给我个绿叶模式啊？你敢说这里没有绿叶吗？其实有时候识别也并非准确呢。所以想要拍摄效果拔群，天气和角度都很重要。天气不好，差别就不太明显了。视频方面的话，1080p 60帧以上不支持视频防抖，支持视频防抖的最多只能是1080p 30帧，并且视频最高只支持 4K 30帧。这就意味着1080p 60帧以上，你最好得上稳定器才行。不知道 DxO 是怎样打分的？不过不用怕，虽然视频拍摄不怎么样，但是我们颜色好看的。徕卡滤镜该出场了。这样看起来我又有点喜欢这个视频拍摄了。值不值得买？大家觉得我这新女朋友怎么样呢？别看她有点分量，续航其实没有任何问题，正常使用1天半。玩游戏嘛，1天。说实话，就它的拍摄，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讲到，因为我觉得比起它的 AI 智能拍照，其他都显得有点微不足道。对我来说，买这部手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。
他的照片真的有一种魔力，让你不断的去按下快门键，沉浸在他所塑造的美丽的世界中。不过休息的时候玩崩坏3卡顿，将你拉回现实，你才发现它并非是相机，是一部手机才对。性能上的短板，看来只好等到 Mate 系列发布的时候才能解决了。目前 P20 Pro 最低版本4988元，不说别的，比 Mix 2S 就贵了好多。因此，不喜欢拍照的人别买。而我们给出华为 P20 Pro 的主观得分8.0，为什么？谁叫我喜欢拍照呢？走吧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电影已经开始半个小时了，也就是说，我在这里等了你将近1个小时，每一次都是要我等你，约你出来玩吧，你磨叽的比我化妆还久。还有上午你能继承下午，明天嘛你能继承后天，商圈呢你又继承公园，让你去食堂给我打晚饭，结果你自己吃饱了才回来，还真的只给我打了碗白米饭。最让我想不通的就是约你出去吃饭，你非得等到人家关门了你才来，这个时候来干啥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？有没有那么一丢丢的在乎过我呀？浓浓酱腥，淡淡甜蜜。Tasway 牛轧奶服。好，本期啪啪啪啪的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极光色的华为 P20 Pro， 哇，有没有很爽啊？23块3起拍哦！有需要的朋友们，87076677已经开始了。好，明天就是我们的西安铁丝见面会了，已经报名并且获得了入场券的朋友们，记得明天和我们一起来玩耍哟。给大家说一下，很多小伙伴问，那个我们的87076677的淘宝店里面有2种肥肠，对的，一种是老的，一种是新款的，区别是老款更适合下面呐、做菜呀，新款的适合微波炉直接叮一下都黑起吃哈。嘿嘿，最后淘宝评论上个电视，问号 PR77说，终于晓得为啥评论里面那么多人说根本停不下来，真的是根本停不下来，明明那么多袋，但下午收到，晚上都吃完了。嘿嘿，那位朋友，脚尖流口水的东西虽然好吃，但是不能当饭吃哦，还是要以主食为主哦，晓不晓得 Tas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来笑一个。我不操，我一个。来笑一个。来笑一个。我懂啊。呀，肥他一种。